那些能让男人移情别恋的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可别觉得今天的内容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就算你不想做那个让女人为你越界的人，至少兄弟你得防守，你也不希望这种事情未来会落到你的身上吧？再说了，你现在30-40岁事业有成，你接触的女人也几乎没有什么清纯小白脸了吧？就算她现在单身，在她心里也极有可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男人，或者说有一个难舍难分的前任。你要是没有让他奋不顾身的这种能力，让他告别过往的这种能力，那这段关系啊，我说实话，你们注定发展的很慢，或者说难以发展。甚至如果说你稍微操作不当啊，你真的一谈都会谈得稀巴烂。那今天我想用一期真实的我已经交付的一个 case， 把这种男人的特质给你们拆解的明明白白的。当然了，我要提前说明啊，这也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能力，它会让你获得魅魔一般的吸引力，吸引数不胜数的烂桃花。所以我不建议你滥用，但你手中有剑不用，跟你手无寸铁那是两码事哦。OK，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这个兄弟呢，我们就直接叫他胜哥，在中印两地啊经营了一家实体企业，国内加新德里的员工呢加在一块儿总共有500-600人，算是实力非常不错的大哥啊。他喜欢的人呢是一次在国内的一个宴会上偶遇的一位自媒体博主，30多万粉丝吧，属于是外在内在条件都还蛮不错的一个女生，就是自己做内容的那种啊。两个人接触的呢也是比较和谐的，目前他俩是处在一个朋友关系。当然卡点在哪啊？这个女生刚分手不到3个月，在深夜呢经常还会发一些比较 emo 的一些这种歌在朋友圈说明这个女生她还没有放下前任。那兄弟的诉求呢其实就2个点，第一是因为常年异地不知道怎么去突破关系，那第2个点呢就是觉得这个女生没有放下前任，她不知道这个女生现阶段值不值得追求，能不能追求。那像这种就是有放不下前任的，或者说有男朋友的这种女生，我们要怎么去相处呢？挖墙脚就太 low 了好不好因为你删不掉一个人的回忆的，而且能够被你挖墙脚的，我说实话你能保证他不会被别人挖走吗？所以唯一的解法是你要去创造属于你们俩的一个独有记忆并且能够让这份回忆的重量比其他人给他的要更珍贵，要更有价值。所以当时我跟胜哥签好这个协议之后呢我带他干的第一步是什么？重构胜哥的自我框架，提升他的男性主导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大部分兄弟来我这的第一步。不管你是身价上千万的这个大哥，还是说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你都免不了这一步的。因为你们的社会地位也许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对于两性的认知而言都是一样的，都是我的学生，都得先学会爬，再去学跑步。那提升的过程呢，我就在这暂时略过了好吧，因为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量身定制。我们直接讲第一个知识点，敢于越界。我不管你是不是有男朋友，我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放不下的人这些话你必须要表达给女生，这是要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的。我不是那种仅凭这个点就要放弃我喜欢的人的那种弱者强者的世界里面本来都是弱肉强食的呀，对吧？靠征服和掠夺是基础别人只是占领了这个认识时间早的一个优势，对不对？那你得认但是现在不好意思你只是过去的那个男主角我一出现，故事主角换人了，那是我。那有一天这个女生她又在深夜里面发了一首这个就是有点悲伤的那种 emo 的歌我们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当时让胜哥直接给他发了一个消息说咋了，又想前夫哥了当时这个女生几乎是秒回的就直接说哈哈哈没有想他就是抽离感比较重，我也知道我跟他本来就不可能了。那我们直接就回复说，其实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去纠缠他，这样就不是你一个人内耗了，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爱情的窒息感。那这里呢，其实我说实话，一般兄弟你们会回什么呀哎呀你不要难过了，迟早会遇到下一个的，下一个会更好的但是我说实话，这些话女生只会觉得说你是平平无奇的一些安慰罢了甚至都找不听烦了。她的追求者会这么讲，她的闺蜜也会这么讲，甚至她去问豆包，豆包都会这么去跟她讲。所以咱们不要这么去讲如果说我们按我刚所说的那种方式去讲呢，我们会干嘛？
我们会占据一个先天的高位啊。我们是在告诉这个女生，我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我对你的感情是不会颐指气使的，甚至我鼓励你去继续投向前任的怀抱。那说明什么？说明我对你无所求。那我是不是第一，我不会在第一位？第二啊，我的格局、我的眼界、我的这个掌控力是不是就会显得很强？啊，女生当时也直接回复说，哈哈哈，哪有你这样安慰人的呀？那我们当时也直接回复说，嗨，我可没有安慰你啊，我说了，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去纠缠他。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我很欣赏你的能力，所以我也小小的叨扰一下你。感受一下兄弟们，什么叫做敢于越界？第一啊，我并不会因为你有放不下的人我就退避三舍，我照样找你聊天。第二，我大方的承认对你的欣赏，这会让女生对自己呢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好感啊。但同时呢，我们也干脆的表达了那不是喜欢，这就会让女生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向的征服欲望。为什么你只是欣赏我，而不是说你喜欢我呀？我哪里差了啊？我就勾起不了你的这种欲望吗？那女生这里怎么回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我还要谢谢你的欣赏咯，不像某一些人一点都不懂得欣赏，没品啊。这里女生的回复呢，说实话，我们可以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深层含义啊。第一句，那我还要谢谢你，这背后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不喜欢我，只是欣赏我，表达一些我的这个些微的不满吧。那第二句呢，就是又引到了前任身上，说明女生是不怕跟申哥聊前任的，也就代表着这个女生对申哥的基础好感说实话是不足的，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仅仅是一个可以闲聊几句的朋友而已。但是没关系啊，因为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会让申哥展示出女生从未见过的男性主导力和吸引力，我们可以轻松拉高好感度，分分钟的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时怎么回复的。不了解，我不评价，不过我觉得你既然能跟他在一起，他肯定不会差，当然我的眼光更不会差，你迟早会破局，然后更上一层楼的。第二个知识点啊，跟这样的女生接触，你不要把自己和情敌拿来去做比较，你非要去分个胜负的话，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只需要专注于你自身，说出你自己的价值和吸引力，那就够了。因为比较就会有联想，而联想是不利于你的啊。但是你说出的自己是单向的延伸，他会看到独属于你的光芒，而不是再会继续去往前任上面这个事儿上去聊了，知道吧？女生过了一会儿，她就直接回复说，嘿嘿，谢谢你的认可啊，我心情好多了。那我们当时怎么回复的？就直接说是，就口头谢吗？那我还不如去认可一下 AI， 他或许还会回我一大段语音感谢呢啊。女生这里呢就回了一个语音啊，那我也给你发个语音吧，行了吧，小气鬼 ？OK， 我们当时怎么回复？声音好像比豆包好听一点。女生当时也回复说，哈哈哈，我就当你在夸我咯。这可是语音回复的。然后我们直接回，我将用最直白、最直接、最简单、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你，对，我在夸你。然后女生回说，救命，你这个人可真逗。好，到这里啊，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破冰聊天的环节？但是这个不够啊，最多只能说是让女生对你有一个基础的好感度，人家愿意跟你聊天，但是你们要的不只是陪聊，对不对啊？那就到了我们的第3步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师后的这个胜哥，他自己跟女生是怎么聊天的，好吧？以上都是由我知道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胜哥当时是怎么发的。感觉最近心情好多了呀，歌也不发了，整得我最近歌单都慌了。女生当时怎么回复的？不是你天天听我的歌单干嘛呀？你自己不会搜呀？这不得换换口味吗？别的女孩子都给我分享那种 hiphop 或者流行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有时候啊，还是得听点你的伤感金曲。有意思，挺多女孩跟你分享歌的嘛。OK， 到这里啊，其实有一个知识点是我们的第3个知识点，你们一定要记一下，叫做同位竞争。女生有时候放不下前任也好，有暧昧对象也好啊，有一群追求者也好，不要怕，你要让她明白你的市场也是非常广阔的。你不要害怕女生觉得你是渣的，因为她自己都可以，你凭什么不行呢？如果说她用这个点来压你的话，你不就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想让一个女生的感情从另一个人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她需要的
不是平平淡淡的小溪，而是狂风暴雨的大海，有足够的暴力才行，要足够的刺激才行，要足够的碾压他之间的情感才行，那他才有可能会非常快速的转移到你身上。那我问你啊，你每天就嘘寒问暖，然后奶茶外卖，你们上哪儿去制造狂风暴雨去？这个阶段你不就应该玩点不一样的吗？你得让他对你又好奇又恐惧，既欣赏又逃避，总而言之，成为一个全身上下都释放着危险信号的男人。他的理智就会告诉他一定要远离你，可是他的内心的本能，也就是人性女性基因里的本能，一定会无比的想要去靠近你。那这里的圣哥怎么回复的？我们看一下。那不很正常吗？分享歌而已，不像你分享的都是日常。说实话，会不会有点太暧昧了呀，老师？女生当时就直接回了一个语音，暧昧你个头啊！我怎么感觉你跟你的外表不太一样啊？第一次见你，我觉得你还挺老实的呢。圣哥回复说，没有啊，我跟外表是一样的呀，只不过我现在的外表早就变了，你没注意到而已。我们不要去说我们看起来老实，内心狂野啊，这是非常违和的，因为会给女生一种你好像很闷骚的感觉。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在正式确认关系之前，永远不要让女生觉得你是闷骚的。你要骚，你就明着骚要明着去渣。而且你们看圣哥的这个回复他是并没有去邀约这个女生去见面的，但是不管接下来这个女生的回复是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补充的是不是都是可以很顺利的去过渡到聊天见面的一个环节这就是高手聊天，会留白不明说，但永远都是可以接着往下聊的，而且能够确保聊天的方向是自己想要的。果然女生当时就回复了就说我才不信嘞你啥时候回国呀？我要亲自看看。好，那后面这个 part 呢，我们就直接省略了因为我确实也给圣哥做了一下这个什么穿搭呀、形象就各方面的一个改造至于气质我说实话，这玩意儿不是说几句话就能给你教明白的当一个男人他的情感认知不一样，他能够拿到很多的一些情感上的结果的时候，说实话，他自己主导力上升之后，他自己的气质自然也就变了，他的眼神他的动作都会变。虽然圣哥回国以后这个约会是非常顺利的我看一共是约会了3次刚好3次，第3次的时候他俩就已经直接确认关系了但这个女生呢，为了让圣哥放心，主动把手机交给了圣哥看，告诉他手机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其他男人的东西了，就是异地恋最顶的一个安全感对吧？好，这个 case 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因为你的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足够聪明呢，你可以跟焦哥1v1。那如果说聪明人的话呢，自己会知道该怎么想办法点对点。焦哥干嘛？带你们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下期见。